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8年空姐生涯，让她飞过世界各地，却在一次飞往台北的航班上，邂逅了改变她人生轨迹的乘客。从国航金牌空姐到台湾媳妇，从北京到台南，她的生活天翻地覆。当她摘下空姐制服，放下空中女神的光环，落地成为一名普通的陆配时，她以为自己会不适应这座节奏缓慢的城市。然而，这里的医疗福利、社会秩序、人文关怀，却让她这个见过大城市繁华的空姐，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。这不仅是一个空姐的跨海恋情，更是一段从云端降落到人间烟火的心路历程。我叫林小晴，今年32岁，是一名退役的中国空姐。在飞了8年的国际航线后，我选择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生转折，嫁到台湾。说起来还要感谢那趟从北京飞往台北的航班，让我遇见了现在的先生阿杰。其实在决定嫁来台湾之前，我对这座岛屿的印象大多来自机组人员之间的闲聊。台湾不过是一个小岛，发展水平大概相当于我们的3、4线城市，生活节奏慢，科技水平落后。虽然小吃挺有名，但整体规模和档次都不太高。可能对台湾的印象就是这样简单，甚至有些轻视。同事们听说我要嫁到台湾，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你可是国航的金牌空姐啊，在北京有房有车，放着那么好的条件不要，跑去台湾那么小的地方干什么？我也曾经犹豫过，但每次想起阿杰温柔的笑容，那些疑虑就烟消云散了。记得第一次以陆配身份降落在桃园机场时，感觉特别奇妙。曾经无数次以空姐的身份来过这里，熟悉的登机口，熟悉的指示牌，但这一次我是一个全新的身份，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篇章。走出机舱的第一刻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空气。作为空姐，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，但台北的空气质量确实让人印象深刻，没有北京常见的雾霾味道。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直飞时，经常要提醒乘客北京的天气状况，有时还要处理因为雾霾导致的航班延误。更让我惊讶的是机场的秩序。虽然我在空姐生涯中见惯了各种机场，但桃园机场的秩序仍然让我印象深刻。没有人大声喧哗，没有人争先恐后，所有人都安静地排队等待入境。这让我想起在北京机场工作时的场景，登机口常常人声鼎沸，有些乘客为了座位争得面红耳赤，我们不得不反复广播维持秩序。小姐，您好，请出示护照和居留证。边检人员的声音温和有礼，看到我的陆配证件，他还特意用普通话说，欢迎来到台湾。这份贴心让我有些感动，毕竟在国内，公务人员很少会这么平和的说话。阿杰来接机了，看到他熟悉的身影，我突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曾经在飞机上出狱时，他是我的乘客，而现在我成了他的妻子，即将开始一段全新的人生。打车从机场到台北高铁的路上，我不停地打量着窗外的景色，街道整洁，指示牌清晰，车辆有序行驶。以前在飞机上俯瞰台北没有什么感觉，我对阿杰说，但现在近距离感受却觉得很温馨。阿杰笑了笑，台湾就是你的第2个家啊。他牵起我的手，眼神里满是柔情。台南虽然比台北小很多，生活节奏也慢一些，但那里有种特别的生活味道，你会喜欢那里的。台湾的第一站是台北的高铁系统，不得不说，这个系统比我之前坐过的任何一个城市的高铁都要高效、干净、方便。你在进站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一种温馨的秩序感。台湾的车厢干净整洁，空调开得刚刚好，没有人喧哗吵闹，大家都安静地坐着看手机或者闭目养神。而相比之下，在中国的高铁上，我习惯性的得准备好耳塞，因为总是能听到旁边有人大声打电话，甚至有人随便丢垃圾。
我们的新家在台南市郊的一个住宅区，虽然不是豪华公寓，但环境清幽，邻里关系融洽。阿杰的父母住在隔壁栋，这在台湾很常见，子女喜欢住在父母附近，方便照应。这让我想起在北京时，为了就近上班，不得不住在远离父母的另一区，一个月也见不了几次面。婆婆知道我是前空姐，总担心我会不习惯台湾的生活。小晴啊，你以前在天上飞，见过那么多大城市，会不会觉得台南太小了？她一边帮我收拾房间，一边关切地问。不会啊，这里很舒服，我由衷地说。确实，作为空姐，我去过世界各地的大都市，见识过纽约的繁华，巴黎的浪漫，东京的现代，但台南给我的感觉很特别，它像是一座懂得生活的城市。第二天一早，婆婆带我去附近的早市。作为一个习惯了空姐作息的人，我很少这么早起床，但台南的早晨让我着迷。街角的早餐店飘来阵阵香气，菜市场里摊贩热情吆喝，邻居们互相问候。这种烟火气是我在国航8年的飞行生涯中最怀念的。阿姨，这是你新媳妇吧？卖菜的阿姨热情地打招呼，还特意挑了些新鲜的青菜给我们。对啊，她是从大陆来的，以前是空姐呢。婆婆微笑地介绍我。我突然感受到，在这里我不只是一个陆配，更是一个被接纳的家人。作为一个标准的吃货，台湾的早餐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，简直就是我吃过的最有烟火气的早餐。第一次在台南走在街头，看到一排排小吃摊铺，每个摊位前都人来人往，热气腾腾的现做美食让我无法抗拒。台湾的早餐完全不同于中国那些快餐式的早餐，不仅新鲜，而且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。尤其是那些现煎的蛋饼，手工制作的烧饼，每一份都用心做出来，食材新鲜，口感十足。油条炸的外脆内软，刚出锅的豆浆，还有淡淡的豆香，那种浓郁的口感让我吃得满心欢喜。每一口都像是在吃妈妈做的饭，既简单又美味。最重要的是，能吃到这份热气腾腾的早餐，你能感受到的是一种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，而不是单纯填饱肚子的需求。相比之下，大陆的早餐就显得有些匆忙和效率。不少地方的早餐几乎都是冷冻食品配送到店，在现场加热，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也能填饱肚子，但就是缺少那种吃到热腾腾的食物时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有时候我忍不住想，为什么大陆的早餐就不能像台湾一样讲究新鲜和手作呢？生活渐渐步入正轨，我开始发现台湾医疗体系的优势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突然发烧到39度，阿杰带我去看诊所。以前在空姐体检时，总要提前半个月预约，还要排长队。但在这里，我们直接走进社区诊所，医生很快就帮我看病。你是大陆来的吧？医生温和地问。最近天气多变，很多人都感冒了。他仔细询问我的症状，还主动解释用药注意事项。最让我吃惊的是，整个过程包括看诊和拿药，才花了600多台币。想起在北京，光挂个专家号就要好几百，我不禁感慨，台湾的医疗体系真的很便民。婆婆知道我生病，特意煮了一锅姜汤送来。以前阿杰在大陆出差，我总担心他在那边生病怎么办。他一边给我倒姜汤，一边说，现在知道大陆的医疗这么贵，更心疼了。确实，在台湾生活，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社会福利真的很好。记得上个月带婆婆去做健康检查，她的医保卡直接减免了大部分费用，老人家看病不用担心费用，也不用大清早排队抢号。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父母，每次生病都要精打细算，生怕医疗费用太高。我逐渐了解到，在台湾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完善，政府提供很多优惠和补贴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相对来说比较有保障。
而我们大陆的老人呢，不说其他地方，就拿我自己的父母来说，他们已经到了退休年纪，可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养老金，还得依靠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支持才能维持基本生活，这让我深感无奈，甚至有点愧疚。小晴，你在大陆当空姐的时候，一定见过很多地方吧？邻居阿姨经常这样问我。是啊，我飞过那么多城市，见过那么多繁华，但现在却爱上了台南这座不算大的城市。这里的生活节奏慢一些，街道窄一些，但处处都能感受到对生活品质的重视。有一天，我在整理旧物时，翻出了以前的空姐制服，看着那熟悉的深蓝色制服，8年的飞行生涯仿佛就在眼前。从最初的国内航线到后来的国际航班，从青涩的新人到资深乘务长，我见证了无数旅客的故事，也创造了自己的精彩人生。这是你以前的制服啊。艾杰从背后抱住我，要不是那趟航班遇见你，我可能就错过人生中最重要的相遇了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想起了我们的初遇。那是一趟从北京飞往台北的航班，他因为运气不适，我特意照顾了他一路。谁能想到，这样的偶遇竟成就了一段跨海情缘。在台湾的日子里，我渐渐发现这里的生活方式与我之前的认知很不一样。记得刚来时，我还保持着空姐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，做什么都讲究效率。但台湾人的生活节奏让我学会了放慢脚步，享受生活的细节。比如早上买早餐，老板总是笑眯眯的跟每个顾客寒暄。公交车上看到老人上车，年轻人会主动让座。走在街上问路的时候，路人会很耐心的指引方向。这些细节让我想起以前在飞机上服务时追求的那种温暖。在台湾生活久了，我渐渐发现这里的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着独特的看法。通过和当地朋友的深入交谈，我了解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有着深深的自豪感。他们珍视自己多年来建立的生活秩序和自由，也为这片土地上的一切感到骄傲。记得有一次，在一个朋友家的餐桌上，大家聊起了两岸的话题。我能感受到他们谈论这个话题时的认真和热忱，那种对来之不易的自由的珍视。很多朋友认为台湾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，不应该被中国的统一提案所干扰。我感到非常震撼，因为这和我一直以来的认知完全不同。在大陆，统一的声音一直很强烈，而台湾的朋友们却对于中国的统一态度非常反感和抵制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台湾的独立性和自由是至关重要的，尤其是近年来，台湾的民主、自由以及经济发展都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自信，让我不禁陷入沉思。他们对未来有着自己的期待和规划，这种态度让我意识到，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最近，我在台南一家旅行社找到了工作，虽然不再穿着制服飞在天上，但能用我的经验帮助更多人规划旅程，也是另一种成就感。同事们知道我曾是空姐，总爱问我想不想念以前的工作。说实话，我确实会想念那种翱翔在云端的感觉，想念机组人员之间的默契配合，也想念那身挺阔的制服。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不一样的幸福，早上可以悠闲地喝杯咖啡，晚上能准时回家陪伴家人，周末还能和阿杰一起去野柳看海。最让我感动的是台湾人对陆配的包容，虽然偶尔会遇到一些不理解，但大多数人都很友善。我想起自己刚来时的担忧，害怕融入不了台湾社会，害怕被贴上陆配的标签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些担忧都是多余的。前几天，我的父母来台湾探望我，看着他们惊讶于台湾的秩序，惊叹于这里的医疗福利，感慨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一个地方的发展不是要看什么国家 GDP 的数字，更要看普通人的生活质量。女儿，你在这边过得好吗？
临走前，妈妈拉着我的手问，我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，点点头，很好。这里虽然不像北京那么繁华，但生活很舒服。从空姐到陆配，从北京到台南，我的人生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转折。但就像我在空中飞行时常常感叹的，有时候最美的风景不在目的地，而在旅途中的每一个瞬间。现在的我不再穿梭在远端，而是落地生根。这座原本以为会让我不习惯的小岛，却给了我一个真正的家。望着阳台上新种的花，听着远处传来的蝉鸣，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小晴，准备好了吗？阿杰在门口喊我。今天我们要去参加社区的中秋烤肉活动。我最后看了一眼挂在衣柜里的空姐制服，轻轻关上门。那个飞翔的梦已经完美的降落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一贯支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记得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